この番組は、レッドスターデパート、ホルモサ基地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瓦哥。的啊，一个两个，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这款贝尔海卡帕。相信大家对海卡帕这个枪款绝对不陌生，尤其是有在玩 RTS 的朋友，以及有看过张国荣的电影《枪王》，还有基努里维基哥的《捍卫任务》，就会对海卡帕比较有点印象。因为竞技射击运动关系呢，所以市售有很多品牌都有做海卡帕的相关产品。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很少人会拿着贝尔的海卡帕下去做游玩。那今天我就帮大家多多了解贝尔的海卡帕究竟值不值得买。那这次介绍这两款枪呢，都是贝尔出产的海卡帕系列的产品。那银色这把叫做绝影，那黑色这把叫做飞电。我觉得怎么会取这么中二的名字？那为什么要介绍这两款海卡帕呢？是因为我觉得这两款海卡帕是贝尔极具拿出诚意的枪款。那我们先从外观开始讲起，基本上这两款海卡帕，它的枪身呢全部都是全金属的。那握把呢是尼龙纤维握把。我觉得比较具有诚意的是呢，因为它的滑套都是铝合金滑套，活塞部分呢也是强化铝合金活塞，两把长度都一样，都是23公分，重量呢都是998克到1000克左右。重点来了，它的所有零件都是通马路易的零件，也就是说呢，你这把枪要是玩坏的话呢，它可以用马路易的零件来做更换以及维修，而它的照准呢，就跟市售的海卡帕一样，它的照门是可以做归零的调整。那弹夹容量呢是29加1发，可是经我实际测试啊，它其实是30发可以装到满的。那它的外管呢是金属材质，大约是14公分左右。那它的内管呢长度大约是11.8公分。那下压点呢也是跟马路一样，用的是下压片，而它的 hub 调整轮呢大致上是1公分左右。好了，讲那么多呢，我还是要进入它的测试阶段 ，Go！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测试看看这把它的出速如何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测试看看这把的弹道集中度如何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从这个有棒警报标示的路到主线的那个铁桶，距离大概差不多40公尺左右。那我们就先射10发，看一下它用.32的弹道如何。
好，那我们现在再试试看看用点2.5看一下它的弹道效果如何。经过刚刚测试下来，这2把嗨卡帕到底值不值得买呢？我来帮大家分析一下。首先后勤的部分，刚刚有说过，它是跟马路易的零件是通用的，甚至连弹夹也是跟马路一样是通用的。那以外观的部分呢，我觉得嗨卡帕它的外形都长得一样，只差它们配色有没有什么不同。那其实这2款我觉得它的配色还蛮帅的，除了名字有点中二以外。最后呢，就是价钱部分啊，这2把嗨卡帕它们使用的是铝合金滑套以及强化铝合金活塞，价钱却只要2200。那究竟这贝尔的2把嗨卡帕适合谁买呢？第一个，首先是喜欢嗨卡帕以及预算有限的新手。毕竟在许多品牌当中呢，嗨卡帕这个枪款大致上都是超过3200、3500起跳到5000块左右。那你要买到3000块以内的瓦斯手枪呢，其实选择性非常的少。那如果你特别指定要买嗨卡帕的话呢，那选择就更不多了。那对于喜欢嗨卡帕预算有限的新手来说呢，这2款枪其实是可以买的。那如果你是想要买来当沙漏枪的话呢，也是可以啦。但是我先跟他讲，它的铝合金滑套上面的这个罩门的部分，它是固定式的，所以如果你要做拆卸的动作的话，可能没办法，除非你是要去把它切掉。讲那么多，那贝尔的嗨卡帕到底值不值得买呢？我觉得它使用的材质呢，就已经算蛮对得起它的价钱了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顺便打开小铃铛，点选全部通知。如果你有任何讯息想要私讯我的话呢，可以点赞我的脸书粉丝团以及追踪我的 IG， 就可以私讯我了。好，就这样子，我是吴阿哥，下次见，拜拜。